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太行山下有位叫侯正业的铁匠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为人踏实，每日勤勤恳恳做工。待18岁那年，母亲托人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，新娘谭真是隔壁李家的侄女，性子良善，和侯正业成亲后，两人恩爱的羡煞旁人。有一日，婆婆将刚做好的肉菜端到饭桌上，谭真闻到肉味儿，立刻作呕。侯正业见状，立马走到谭真跟前，温柔地给她轻拍后背，关切地问道：真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还难受吗？我们去看大夫。谭真因为呕吐脸色发红，眼睛水润润的，看着侯正业羞涩不语。侯正业有些不解，仍担心地望着媳妇。母亲拍了他脑袋一下：哎呦，你这个榆木疙瘩，你要当爹了。侯正业呆愣，谭真忐忑地看着他，相公这是怎么了？莫非不喜欢小孩？没想到过了一会，侯正业站起身，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我要当爹啦，我要当爹啦。谭真噗呲一笑：你这呆子。自从得知谭真怀孕这天起，侯正业比之以前更加娇宠，重物不能提，重活不能干，说话嗓门都不能大了，生怕吓着媳妇。10月怀胎，到了瓜熟蒂落这天，侯正业和母亲在门外焦急地走来走去，嘴里不停念着菩萨保佑，佛祖保佑。终于一阵婴儿嘹亮的哭声从屋内传来，母子俩悬着的心才落地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产房门口。产婆没一会推门走出，满脸喜色：恭喜恭喜，生了一个健健康康的大胖小子。母子二人喜出望外。母亲掏上钱的功夫，侯正业已快步冲进屋里，第一眼看向谭真，以往秀美的脸上因刚经历生死关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干裂。他心疼地擦擦他额头的汗水，说道：真儿辛苦了。谭真虚弱地笑笑：相公，快看看咱们的孩子。侯正业看向孩子，红彤彤，皱巴巴，像只猴。他咧嘴笑道：真好看，乖儿子，我是你爹，看看你娘。来。说罢，将孩子轻轻抱到谭真跟前。夫妻俩初为人父人母，此刻幸福满意。转眼间，孩子1周岁。这一年，他们倾注了满心的爱，干起活来也是干劲满满，为了孩子而努力。可谁知一场大病突如其来，毫无征兆，花光家中所有积蓄，孩子至死也不知病因。侯正业与谭真顷刻间觉得天塌了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后来在母亲的开导下，才慢慢走出阴影。接下来几年，谭真又生了2个孩子，可孩子到1、2岁，又如同当初大宝那样，不知死因。第3次，这是第3次了。谭真伤心过度，现下还起不了身。侯正业一人抱着孩子失身，来到2个哥哥小坟堆旁，挖出了一个坑，怕被野狗刨出，他吃力地往下挖，挖得深些就安全些。他自问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为何要这么对他们夫妻？这些年母亲离世，3个孩子连死都找不到原因，天伦之乐为何这么难？将孩子尸身掩埋后，侯正业既伤心又劳累，倚在坟堆边上的一棵树旁，呆呆地看着3堆黄土。随后意识飘散，恍若梦中，他朦朦胧胧看见3个孩子，分别穿着红、蓝、紫衣。红衣孩童说道：你这次骗了什么东西回来？紫衣孩童答道：我骗了一身衣服。蓝衣孩童说道：等我去侯正业家，我定要骗一身新郎服再回来。侯正业听到自己名字，心下一惊，从梦中醒来。又过半年，谭真怀上了第4个孩子，侯正业给他起名为后守，希望这个孩子能守住这个家，守住父亲母亲，守住他们的希望。
后手2岁这年，一天中午，谭真刚做完午饭，三人正准备用餐时，一个乞丐在门外想讨口吃的。虽生活对他们多磨难，却仍保持着良善之心。见乞丐衣衫褴褛，瘦骨嶙峋，侯正业和谭真起身将乞丐带到餐桌前。老人家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正好要用餐，一起吃吧。乞丐一听，直说道：遇见好人了，谢谢谢谢。许是饿得很了，一口气吃了2大碗米饭，菜也大部分进了他的肚子。他打着饱嗝，不好意思地说：对不起，我太饿了，谢谢你们。侯正业说道：老人家，你喜欢吃就好，万一再饿坏了，你可以再来，一点饭菜我们还是能提供的。乞丐连连道谢，到门口时，看了看白白胖胖的后手，对侯正业夫妻说道：你们都是良善之辈，该幸福过完一生才是。我给你儿子指一个好姻缘，希望能报答这一饭之恩。侯正业与谭真像是溺水之人抓住浮木，他的意思是儿子能顺顺利利长大，还能成亲，不论真假，这都让他们欣喜若狂，急忙询问。乞丐又道：此处10里之外有一个村子，村里有个姑娘叫喜儿，左脸上有块胎记，生得虽不漂亮，但是极为旺夫，将她娶来，你们后半生无忧，孩子也将富贵一生。16年后，你们记得去寻，切记。乞丐说完便转身离去，一眨眼功夫竟不见了踪迹。侯正业夫妇面面相觑，这是遇见了高人啊，将高人的话牢记在心，搂着后手喜极而泣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，他们再也不想尝了。痛，实在太痛，日盼夜盼，终于盼过了16年。后手18，侯正业去了10里之外的村子打听，果然有这么个姑娘，叫喜儿，年16。侯正业许出丰厚的彩礼，成功让后手迎娶到喜儿。成亲前一晚，侯正业想到当初那个梦，以防万一，他仔细筹划了一番。成亲当晚，后手身着新郎服步入洞房，侯正业守在门外一刻也不敢睡，精神紧绷，观望四周。果然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一道蓝色身影从院中闪过，想要穿入房中。侯正业立刻掏出清源寺求得的符箓甩了过去，只听啊的一声，蓝色身影晃了晃，侯正业大喜，有效，刷刷刷几声，将符箓全部扔出。蓝色身影还未有所反应，便化为青烟消散在空中。晨起，后手夫妇给父母敬茶，侯正业见儿子安然无恙，松了一口气。当初高人说的果真没错，自从喜儿进门后，家里日子越来越好。侯正业年岁已大，不再打铁，后手子承父业，每日顾客盈门，店铺扩张，招收了师傅和学徒，订单都排不过来。2年之后，家里盖起了大房子，在那条街气派极了。喜儿也给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小子，可谓双喜临门。待后手人过中年时，谭真身体渐渐不行了，在一个深夜离开人世。爱妻离世，后正业悲伤过度，身体也慢慢变得虚弱。有一日，他觉得大限已至，喊来后手交代遗言：你还有3个哥哥，可惜他们没能长大成人，这是我和你娘最遗憾的事。这辈子能看着你长大成人，娶妻生子，我们也算知足了。你要记住，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珍惜喜儿，千万不要做对不起她的事，万万不可休妻，切记。后手含泪应了下来，忍着悲痛办完了父亲的丧事。然而就在父亲死后半年，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。那日，后手从铁匠铺回到家中，进入卧房，见地上扔着满地衣服鞋子，走近一看，床上躺着2个人，正是妻子喜儿和自家伙计。后手没吭声，扭头就叫来组长。组长进屋一看，这还得了，此刻床上2人还在美梦之中。后手上前将2人叫醒，醒后2人惊恐万分，
族长鼻子一哼，袖子一甩，怒声道：穿好衣服，你们来祠堂。撂下这句话就转身离开，仿佛多看一秒就污了他的眼。祠堂内众人见二人进来，脸色很是难看。喜儿和伙计也没辩解，有没有做过什么他们很清楚，此时无话可说。你们二人伤风败俗，做下此等错事，按照族规当陈堂赎罪，你们服是不服？谁也不嫌命长。二人跪在地上，未认罪也未出声。现场一片静寂，只有老族长沉重的呼吸声。后手却一步站了出来，说道：族长，我与他好歹夫妻一场，休了便是，不至于闹出人命。族长本就不是凶恶之徒，见后手这样说，也顺水做了个人情，同意了他的说法。祠堂众人纷纷夸赞后手大度，心胸开阔，是喜儿有眼无珠，配不上他。后手面露悲色说道：这等大度是我不想要的，奈何事情已经发生，我不想他失了性命，终归夫妻一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写休书之时，喜儿抱着一丝期望，说道：儿子让与我吧。原以为会有一番嘲讽，没想到后手欣然同意。当天喜儿便带着儿子离开。夜晚，后手的屋里闪进一个女子，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扑倒在后手怀里。后手上下其手，随后猴急抱着人往床上走，一阵翻云覆雨。女子娇羞的一手摸着他的胸膛，一边说：听我的没错吧，既赶走了黄脸婆，又保全了你的名声。后手大力地揉了几把女子的嫩肉，淫笑着说道：是，听你的准没错，我已经等不及想娶你过门了，你再忍几日，待事过了我就马上娶你，我可舍不得我的小心肝被人说闲话。女子娇笑几声，两人又滚作一团。女子叫小饶，是后手路过茶楼时无意间认识，当时小饶手中的丝帕从楼上悠悠坠下，伴随着一股难以言表诱人的味道落在后手头上。后手嗅着这味上头，归还丝帕时，两人聊了几句，更是觉得这女子聪慧过人，神情妩媚，堪称尤物。这一对比，家中的可不是个黄脸婆吗？没多久，两人便勾搭在了一起。先是茶楼，后是酒楼客栈，每次一见面就迫不及待诉说衷肠。为了能正大光明在一块，小饶想出了一个奸计。这个计划一出，后手连连称好。小饶在黑市中搞到了一种粉末，他得意地冲后手说：这个可是好东西，用银虫骨磨成粉，只要吃了下去，哪怕是块石头也得动情。小饶将粉末交给后手，后手则在一次盘账时把粉末倒入茶中。喜儿和家中伙计正在忙活，一个专心算账，一个在后手的指挥下干活。随后假意关心倒了2杯茶，递给他们。看着他们喝下后，后手借机离开了房间。两人喝下后，不一会就觉得浑身燥热，心服难耐，看着对方就像是看到自己心爱之人，哪哪都诱人。没一会，两人就像蛇一样缠在一块。后手见时间差不多，进屋观察情况，暗叹道：银虫粉果然厉害。之后便通知了族长，引人捉奸，将妻子净身赶出家门，计划堪称完美。喜儿离开1个月后，后手便迫不及待地迎娶了小饶进门，之后更是整日在房中不出门，沉迷女色。而喜儿这边，她离家之后并没有回到娘家村子，而是在一块荒地搭建了一所茅屋，和儿子2人开垦荒地。没想到伙计也跟了来，他见到喜儿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喜儿一把扶起伙计说：这事不怨你，没有你也会有别人，我们被人陷害，可惜却没有证据。伙计听后瞪大了眼睛，说道：掌柜陷害我们？喜儿点点头，原来喜儿曾无意间看见后手和小饶进入客栈，
他悄然跟上在隔壁房，听见他们的动静，为了顾及他的面子，更是想到孩子未对外声张，没曾想到是他先容不下他，既然后手这般无情无义，情愿戴绿帽子也要将他赶出家门，那便随了他吧。伙计知道实情后并未离开，而是在边上也搭建了一间茅草屋。喜儿觉得不妥，伙计却道：这荒野，万一来个贼人可怎么办？我想保护你们。喜儿想想也是，娘家回不去，荒野之中的确危险，一个弱女子带着孩童难以自处，这样也好。日子久了，两人便有了感情，本就先有夫妻之实，再加上喜儿的儿子也非常喜欢伙计，两人就直接在茅屋之中拜了天地，做上了夫妻。自从伙计娶了喜儿后，就一路通达，砍柴能挖到人参，走路能捡到银子，两人日子越过越好。最后两人又回到镇上盖了一间气派的屋子，伙计做起了生意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与此同时，喜儿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家中欢声笑语不断。在孩子满月酒这天，门外来了一个乞丐，浑身恶臭，满面生疮。在这欢喜的日子，伙计见他如此凄惨，抓起一把铜钱递给他，乞丐连连道谢。伙计听着声音觉得耳熟，又细细瞧了几眼，大惊：后掌柜，怎么是你？乞丐微微一愣，抬头看向对面的男人，发现正是以前被赶出门的伙计，现穿着绫罗绸缎，身后房屋比他之前的家更是豪华不少，身后宾客云集。再想想自己现在，当年和小饶成亲不久，他被迷了心智，将账房钥匙都交给他，没多久，小饶就卷着家里所有的财产跑了。铁匠铺的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生意越来越差，最后将房子也卖了，沦落成了乞丐。这时，一个少年走到伙计身边，对他说：爹，宴席要开始了，进屋吧。伙计对少年说道：儿子，这是你亲爹，赶紧叫爹。少年仔细看了后手几眼，认出他，没好气地说：我没有这样的爹，你才是我亲爹。说罢转身离去。后手迟疑片刻，问：喜儿嫁给了你？没错，喜儿是个好女人，当年还多谢掌柜的成全，我们才有今日，大恩不言谢。后手石化原地，突然他举起手，啪啪给了自己2个响亮的耳光，趔趔趄趄离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